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非常累了，所以呢，我就坐在床上与大家谈谈关于伊朗的话题啊。这两天啊，我看了不少，比如说伊朗海军还有空军飞行员英勇就义的视频还有文章。我看到，比如说有伊朗的飞行员，战机飞行员，他们驾驶比较老旧的飞机，有的是教练机，也就是没有武器的啊，就直接试图冲向，比如说美国还有美国爸爸他们的更先进的战斗机。这些飞行员，他们明知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但是还是义无反顾地冲过去。还有我看见呢，有些海军人员驾驶一些比较小型的船只，也是义无反顾地冲向对方的那个军舰。看了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的英勇就义，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抗击帝国主义，抗击侵略者。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无数英雄们他们献身给祖国，为了保卫祖国的土地，还有为了保卫人民，他们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所以这点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对伊朗人民呢刮目相看。而且目前看来，这几天伊朗的临时领导人还有伊朗军方的表现也出乎我的意料，比我原先想象的好太多了。所以啊，只要伊朗破釜沉舟，豁出去搏一回，一定能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反正干就完了，因为你们也知道，伊朗已经没有退路了。还有这几天呢，当然我每天其实我都在看网上的评论，我看的大多数是中文的内容，所以当然看的大多数是中文的评论啊，因为我知道德国媒体是怎么报道的，然后大多数德国人是怎么想的，觉得不值得再说这些德国人怎么想的了，因为看着很恶心。而看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媒体，我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评论或是留言，都是要求中国帮帮伊朗，比如说可以用中国北斗卫星一些数据，对吧？可以提供给伊朗，比如说提供一些敏感军事目标的坐标给伊朗，等等等等，你们懂的，对不对？还有今天早上呢，我偶然发现伊朗驻华大使馆抖音官方账号，这几天他们发布了很多关于这次伊朗反击以及被美国以及美国的爸爸轰炸的这些视频。然后呢，视频下面有的评论有数万条，我相信大部分呢都是中国人，因为大部分都中文的，几乎没有例外啊，都是挺伊朗的。甚至有的网友呼吁伊朗驻华大使馆应该开通捐款，因为这样多一些资金来帮助伊朗，来共同抗击帝国主义者。所以呢，我希望今后呢，伊朗人民能够记住中国人民的好。好的，今天呢，我想讲的第二个话题，伊朗打击了美国企业在中东的 AI 数据库。这个点子呢，很多网友说太好了。因为呢，这数据库呢是美国 IT 企业花了数十亿美元投资到中东的，比如说亚马逊在阿联酋还有巴林的数据中心被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了，造成了设施结构性损毁，电力系统瘫痪，部分云服务持续中断。微软虽称其区域服务未受影响，但是多家权威媒体确认，此次行动明确将超大规模云计算基础设施列为军事目标，这在全球尚属首次。这事件呢，不仅暴露了美国科技巨头海外布局的物理脆弱性，更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当美国以霸权逻辑主导全球数字秩序时，其 AI 战略优势正因自身行为而变得岌岌可危。所以很多网友啊，对伊朗用无人机攻击美国这些 IT 企业在中东的特别昂贵的 AI 数据库，而且造成很大损失啊，拍手称快。好的，我们今天说的第三个话题呢，就是美国是如何卑鄙的啊。这有个铁证，就是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这个人叫迈克尔·华尔兹，在一档节目中，他公然威胁伊朗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伊拉瓦尼，他警告这个人在美国领土上说话要小心点儿，大概就这意思。我相信
任何一个国家驻联合国代表都会为他本国的利益奔走说话，对不对？比如说，可能他揭露美国军队轰炸了，而且是轰炸平民目标，也就是那所女子学校165名年轻的女学生，她们呢被打死了，这全世界都看到了。我相信呢，这个伊朗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抨击美国，然后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就不准这个伊朗人说话呀。若是真这样的话，一个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能够那么嚣张，他是代表美国的啊，就表明美国这个国家它的格调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那么我就想了，美国还有什么资格把联合国放在那里？全地球人都应该反对把联合国继续放在美国，对不对？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资格了，没有资格作为联合国所在地。所以呢，我真的希望啊，比如说中国啊，能够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发起联合国搬离美国的倡议。比如说啊，让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进行投票，联合国搬迁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最能代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搬到这个国家。而且我非常确信，应该绝大多数南方国家都会支持联合国搬到中国去，因为从过去数十年来看，中国确实代表了大多数，至少是南方国家的利益。西方国家当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肯定是不喜欢中国的，也不会赞成联合国搬到中国去。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被压迫的那些南方国家是支持的。瑞士也不行，因为瑞士其实就是美国的跟尾狗，俗话说是跟美国穿一条裤子的，所以瑞士绝不是中立国，它就是见风使舵，是跟着在西方后面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欧洲国家，是白人国家，它就是为白人的利益服务的。所以通过这次啊，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常驻大使这么说话，威胁另一个国家的驻联合国的人员，不让他说美国不喜欢听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在哪里，对吧？所谓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呢？真的，我认为美国绝对没有任何的权利再做联合国的所在地了，它不够格。好的。我们说今天第4个话题，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了美国军工企业的一把手或是主要领导人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开个会，开什么呢？商讨美国武器的问题。美国这些军工企业的领导人拍拍胸脯对特朗普说，没关系，我们会把美国高端这武器的产量提高4倍，也就是翻2番。然后呢，特朗普高调在他的那所谓的真理社交媒体上面发出了这样的消息。那特朗普为什么那么高调？那就说明啊，此地无银300两，我认为那就是美国的武器库亏空了，或者快亏了。因为呢，俄乌战争打了4年了，对吧？美国提供了不少武器，那些所有的北约国家也提供了不少武器，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国家本身武器库也快亏空了，他们也自身难保了，也就不可能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了，必须有更多的那个导弹呀，还有武器等等，必须生产出来，否则青黄不接，那就惨了。所以呢，特朗普啊，其实他高调宣布是给自己壮胆而已，就像叶海风高的时候唱着那个歌给自己壮胆一样。目前我认为就这种状态。美国的武器库快亏空了。还有一个非常可笑的，我们说的第5个话题就是特朗普又放狠话，而且是对伊朗放狠话。他说要停战，你们伊朗必须无条件的投降。朋友们，你想想看，哪一个国家会听美国这样的威胁呢？美国有什么权利威胁呢？因为眼看着你看过去这几天打了大概1个礼拜左右，对不对？美国在中东这些国家所有的那些军事基地都被炸了一个稀巴烂，对不对？什么雷达呀被炸毁了，还有甚至呢，美国林肯号航母都被炸了，还有美国其他军舰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了。还有号称天衣无缝的导弹防御系统，你看被伊朗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也炸出了一个窟窿，
让大家看到，其实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就像窗户的纸，一捅就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好意思威胁人家伊朗，要伊朗无条件投降，真是太可笑了。人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就说啊，你这种威胁真是太荒谬了。但他同时又说，只要中东那些邻国不攻击伊朗，那么伊朗将停止对这些国家的打击。他强调，伊朗绝不会投降，而且伊朗已经明确宣布要打持久战，就要拖住美国，拖住美国的爸爸。所以我相信了，这是美国特别担心的。通过这一个礼拜伊朗就要轰炸，让全世界看清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对不对？其实像我前面说的，美国就是纸老虎，现在大家看清了，而且美国所有的东西都相当于皇帝新衣，他自己是裸体的，但是呢还以为自己穿了衣服，让全世界笑话。而且通过这4年的俄乌战争，我们也发现啊，俄罗斯也并没有原来我们中国想象那么强大，军事没有那么强大，经济当然更加了，经济是靠中国在续命啊。所以你看，号称原来之前我们以为的全球军事第一、第2大国，也就是美国、俄罗斯2个大国，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军事是几斤几两了。所以昨天我就说了，我真的非常确信中国的军力现在绝对是世界第一。我不是吹牛，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我也会分析嘛，我们也看到了过去这几年，就是俄乌战争，还有刚才说的美国这几天的表现，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真的确信啊，中国的军事实力绝对是世界第一。他这个情况下，美国你看已经被打得稀巴烂，还假装强势，要求人家伊朗什么无条件投降，我也觉得太荒谬了，真的太荒谬了。好的，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话题也是与这次战争有关的。目前呢，大概有3万德国人，他们坐探中东。为什么有那么多德国人在那里呢？因为德国人喜欢到有阳光的地方去度假呀。目前中东它的气候是最合适的，大概在20几度、30度左右，不冷不热。所以呢，很多德国人到中东那个地方去度假，有坐游轮的，有坐飞机过去的。这次呢，不凑巧，3万左右的德国人坐探在那个地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没办法呀，中东很多的机场都关闭了，所以呢，他们只能留在那里。然后呢，今天德国媒体报道，有第一批大概是600个德国人得到了撤侨，之前没有。朋友们，并不是像我们宣传那样，或者像我们有些人认为那样啊，像德国什么撤侨是免费的。对不起，没有免费的午餐，真的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德国的撤侨并不贵，据说最少大概每个人要出500欧元左右，然后其他就是我们德国纳税人来出了啊。但是如果这些旅客、这些游客他们买了保险，那么就是保险公司出了。所以我觉得500欧元还是可以的，不算特别贵。但是这次呢，我发现是不是我想多了，我不知道啊。这次撤侨的大概是600个人，他们德国派了2架飞机去。这600个人呢，是一艘游轮上面的那些客人，那些度假的人。我们也知道，参加游轮的，特别是往中东的，一般都不便宜。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德国经济比较富裕的人，也就比较有经济实力的人。那么我就推测啊，可能这些人，或者他们这个旅游公司或者游轮，他付的钱要比其他的穷游的那些游客肯定付的钱要更多。那么这包机公司，他们肯定乐意装这些出价钱更高的，对不对？所以德国媒体说，游轮的这些游客首先得到撤侨优待。在这种国家，谁有钱谁就有特权。我相信中国撤侨的时候不是那样的，中国是这样啊。只要你有中国的护照，或者是你能证明你是中国身份，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登记好，到时呢，大使馆会一一通知你，到那个点就到那个地方集合就可以了。他不问你有没有多少钱，或者有没有钱，反正有座位，每个人都可以上去。这次呢，我发现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地方，那就是中国
就是代表中国这个大陆这边的政府啊，向台湾同胞提供帮助，而且与大陆同胞一样的待遇，只要他能够提供台胞证或者是回乡证就可以了。如果那些台独青鸟们，你不承认是中国人，不拥护一个中国，那对不起，不能帮你。但反观所谓这个赖清德政府呢，他们怎么说呢？你自己买机票，你自己搞定啊。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一个是落下自己的人民不管的一个所谓台湾政府，也就是赖清德这个台独政府；一个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讲那么多，都是中国人，一视同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同撤侨。我觉得这点中国做得非常的好，我非常的赞成啊。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哪个政府更加体贴自己的人民，更加在乎自己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不对？所以我看了，特别是脸书还有油管上面的一些评论啊，大部分台湾同胞都非常感动，也感谢大陆政府，然后他们也感叹祖国是他们强大的后盾。所以我看到之后呢，我自己也很感动，真的，我觉得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我认为目前真的只有中国，能保障他的国民的人身安全，在海外一样。你看美国是怎么撤侨的？昨天我就说了，美国驻外国的大使馆也是告诉他们自己的人民啊，自己搞定机票，自己撤侨。美国现在没有那个能力撤侨了，对不对？因为他自己那个军事基地就难保了。像泥菩萨过河，现在美国啊，哪能够管他自己的人民呢？所以通过这次事件，我们也看清了啊，到底哪个政府更在乎他的人民？是美国政府呢，还是中国政府？是德国政府呢，还是中国政府？我们现在看一目了然。好的，朋友们，这是我今天想说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